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巧扎咖，我是巧兒。我以前覺得呢，做意大利麵好難哦，但今天要跟你分享，只要2樣食材，然後不用背食譜，就可以做出超有水準的意大利麵。那我們就開始吧。很多人說做意大利麵呢，一定要用意大利進口的00麵粉，但其實是一個迷思，因為00呢代表的是研磨的細度，就是很細，不代表精細。那有些呢做蛋糕啊、甜點的00麵粉，它的蛋白質含量只有8-9%，但做意大利麵最關鍵就是蛋白質含量要夠，也就是精細，這樣做出來的麵呢才是有 Q 彈、有嚼勁，然後不會軟爛。所以我今天呢要用的是這包麥點的麵包專用粉，它不止筋性夠，然後它也是粉心粉，就粉質很細緻。我發現用它來做意大利麵呢，你在壓麵的時候很好操作，然後做出來的麵條口感是絲滑的，很有嚼勁，很 Q。我是麦點麵粉的老客戶，之前分享過好幾款麵包食譜，像是道地的蒙特婁 bagel， 或是外脆內鬆軟的蝴蝶結麵包，都是用它。雖然它的名字呢叫麵包專用粉，但不見得只能用在麵包，做中式啊或西式的麵點都可以用，是專門為家庭烘焙設計的萬用麵粉。今天分享這個食譜呢是真的非常簡單，材料就是2個麵粉跟雞蛋，然后這是傳統意大利麵的做法。那為什麼說不用看食譜呢？因為非常簡單的比例，你只要記得就是1顆蛋配90克的麵粉，這樣就好了。然後呢，以人份來講呢，就是今天你大概做2人份的話，就2顆蛋，就180克嘛。那我今天想要做4人份，就4顆蛋配360克的麵粉。那我現在就來稱它。好，360克麵粉，然後完全不用機器，我們直接手揉來做它。這邊算是整個過程中最有儀式感的步驟了。傳統的雞蛋意大利麵其實不加橄欖油，甚至呢連鹽都不用。一開始不要急着把外圈的粉全部混進去，先用叉子把內圈的麵粉和蛋液慢慢攪拌，保持住這個緊的結構，不然蛋液呢會流得到處都是。當它變成濃稠麵糊狀，再換刮板，用切拌的方式把乾濕材料結合，直到能成團。一開始這階段，你可能會覺得麵團呢有點乾，是正常的，因為它吸水會需要一點時間。不要這時候呢就開始加水啊，或者加油。那揉的時間大概是抓6到8分鐘，然後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揉到什麼程度呢才是完成。當你看到呢麵團變光滑，然後按下去回彈，就表示差不多了。而且這樣的揉麵方法，你可以看我手呢幾乎也沒什麼麵團的殘留，很乾淨。然後這時候麵團很緊，所以我們必須要讓它鬆弛一下，至少30分鐘，然後大概到1個小時。之後的話呢，畢竟裡面有雞蛋嘛，建議如果你要放更久的話，建議放到冰箱裡面冷藏，讓它鬆弛。好，放在桌面靜置就可以。等待意大利麵鬆弛的時間呢，來介紹一個史上最簡單但超級好吃的番茄紅醬，材料只要3樣：番茄罐頭、奶油跟洋蔥，不用大蒜，甚至連任何香料都不用，而且備料呢只要1分鐘，待會做給你們看。然後相信我，真的超級好吃。洋蔥呢，什麼都不用做，把它切一半就好了。番茄罐頭如果可以的話，建議用意大利番茄，甜度比較高。番茄醬的食譜：1顆中型洋蔥切半，70克奶油，加上2杯番茄泥。我用的是整顆番茄罐頭，所以邊煮呢，可以邊用湯匙把番茄壓開，煮滾後轉小火維持冒泡。這個醬不用蓋鍋蓋，讓水分自然收乾。最後加一點鹽、糖、胡椒調味，不需要額外香料，味道就已經很有層次。這一鍋大概燉了40分鐘，來試吃一下。超好吃的。那洋蔥呢？其實最後是可以把它拿起來的，如果你要保留也是可以，不過它已經功成身退了。然後待會呢，我們就跟麵混合在一起，意大利麵就完成啦。麵團精緻之後，看起來更光滑了。
戰一下手擀意大利麵。不知道會不會擀很久，先決定擀一半就好。目標就是要可以透光，有點遙遙無期的感覺。大只就好用，這樣都知道為什麼意大利奶奶都有一只超長擀麵棍，越大只越好用，卖小根的有點累。好像差不多了耶，已經有透光的感覺了，測試一下。哇，你看有透過哦。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久，大概擀了10分鐘到15分鐘吧，中間有休息個5分鐘。形狀呢，当然是沒有機器那麼工整啦，不過我覺得還算 OK。那我現在就把它卷卷了，看一下手擀的麵呢，就是還是比較有厚度。如果是以機器的刻度來对照的話，大概是2或3的厚度。但我覺得已經還蠻好的。然後你適合這種喜歡寬麵，然後有點嚼勁的話，手擀麵就會蠻適合你的。好，手擀是有點累啦，不過呢，我覺得其實是做得到的，大概給自己10分鐘到15分鐘。那我們接下來用機器來操作，就會變得非常的優雅。那我們先做其中1份，剩下3份呢，用保鮮膜包起來，避免它乾掉。捏到呢，它比較待會可以過我們那個壓麵機就可以了。然後上面要有手粉哦，不要讓它粘住。這個壓麵機的刻度呢，總共有8段，然後數字越大呢是越寬。攪拌機我們用最低速就可以了。哇，開始過了，電動的，所以很輕鬆。好，第一次呢最關鍵，可以看到呢麵團形狀非常不規則，對不對？然後呢我們把它對折，再對折，稍微壓一壓，因為厚度變厚了，再過一次。這樣子呢，我們的麵團就會符合我們這個長方形的感覺，寬度不會太寬，就可以很順利的一直過我們的壓麵機。然後每一次呢，最好都撒一點點手粉，不要讓它粘住。然後我會再過一次最寬的這個刻度8。然後接下來很簡單，就每一個刻度慢慢的一次一格，那看你喜歡麵团的厚度。有嚼勁的口感，2其實我覺得差不多。但我們今天的要挑戰最薄1的話呢，麵團最後會透光。那2的話，現在呢有一點點透光了，一點點。你们可以看到我手的那個陰影嗎？拿的時候就要盡量用手掌，不要用手指。做意大利麵超好玩的。好 ，OK。擀完了，那當然呢，要手擀也是沒有問題的，不過花比較多時間。那你要擀到什麼樣的程度呢？就是擀到要能夠這樣透光才算是合格的薄度哦。如果再厚的話，就會比較像是刀削麵的感覺。那手擀的時候呢，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它怎麼擀都會擀不開，這時候你就要停止，讓麵團鬆弛一下，再繼續擀啊，才能到我們要的這個薄度。然後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如何不用機器也可以來切麵。麵片切大概30到35公分長，這樣吃起來最剛好。從兩端往中間捲，再切成自己喜歡的寬度。
用刀背纏起來，往上一舉，麵條會自然散開，手切意大利麵就完成了。如果用制麵機裝上切麵配件，切麵了，最療癒的時候。像這個呢是寬麵板，哇塞，超酷的！超漂亮，可以稍微曬一下，讓麵呢乾燥一點，比較不會粘在一起。那一般人家也是不會有這個曬麵架的嘛，所以呢，我家也沒有。但是我想到一個變通方案，就是用這個杯架，就蠻好用的，就把它掛在這裡，是不是很好用？好美哦！那你看，这是剛剛手切的，很寬。其實我個人是很愛吃這種寬的麵，然後機器切的呢會稍微細一點點。那如果你家裡呢有這個杜蘭小麥粉，這時候可以稍微撒一下，因為這個可以防止麵團呢粘在一起。然後我們今天呢一半現吃，一半呢可以冷凍保存。那你隨時要吃的話，不用解凍，直接用冷凍的狀態丟到滾水裡面煮個幾分鐘就可以吃了。所以它是一次可以大量做起來哦。然後呢，你可以稍微把它捲一下，手繞一圈，然後這樣子放在烤盤上，稍微讓那個麵沾到杜蘭小麥粉，然後手稍微捲一下，放的時候直接拿起來，就會是很漂亮這個鳥巢的形狀。這放冷凍庫大概30分鐘，等它比較乾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放進密封袋裡面收藏。感謝小當家急中生智，幫我想到我們還有這個架子，因為我剛剛麵呢已經太多了，有點重疊在一起，怕曬得不乾，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架子來曬吧。反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也可以用曬衣架啦，如果它有重疊到的話，就最後會煮的時候會就是要稍微攪拌一下。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完全曬乾的話，煮的時候就會分開的很明顯這樣。煮麵水一定要加鹽，這是幫意大利麵調味的關鍵。市售乾麵這個寬度要煮8到10分鐘，但新鮮意大利麵3到4分鐘就好，千萬別煮太久。還有一個原則，永遠是醬等麵，不是麵等醬。所以麵快好的時候，再去加熱一下紅醬，這樣時間最剛好。把麵放進去後，加一點帶澱粉的煮麵水，讓醬汁更能扒住麵條。番茄罐頭、洋蔥、奶油這些家裡常備的材料，隨手一組合就能端出一盤很有水準的紅醬意大利麵，簡單到不可思議，好吃到停不下來。耶，吃飯了！这個番茄的香氣超級香的。然後這邊有帕瑪森 cheese 羅勒，然後橄欖油要加自己加。那我要開動嘍！這麵呢，真的是你看煮起來還是一根一根分明。現在做的意大利麵口感完全不一樣，非常的那種絲滑，然後帶點嚼勁。然後口感很細緻，真的你要試試看，超級好吃耶！這一款番茄醬呢，是目前為止我做過最簡單，但效果就是最好的，就是真的跟餐廳吃到的感覺是幾乎是一模一樣，超好吃。